好，大家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一章的最后一节Long Short-Term Memory RNN。那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为什么到后来我们继续在看 RNN 的话，都以这个模式为主这样但这个模式我们待会讲完，各位可以看到，它还是很复杂，就也就是说，真正的数学模式，我们还是不敢把它翻开来看但是它外面的模组我们大概都已经看到了好，先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懂了这个以后，你们大量的去使用那些相关的那个套件就可以迎刃而解那为什么学这个 ？The main purpose of LSTM 它全文叫做 Long Short-Term Memory 那因为前面就是有一直 memory 一直 memory 在记，有没有？It's to improve the problem of long-term dependency。就前面不是当你观察那个 K cycle 的时候，你会观察到很多的前面的那个相关的 dependency in the hidden layer problem of RNN 就是这个问题，有没有？要解决这个问题那到底怎么解决那当然这个作者他们在提出的时候，这两位作者很难念我们看过去就好了Propose LSTM。那其实很早在1997年就提了，所以当时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从1980年代有的那个被 propagation 以后的话整个 neural 就像雨后春笋一样，各家百家齐鸣，包括因为在我们这一个系列并没有拿那个 support vector machine 出来，也没有把基因演算法拿出来那甚至还有什么蚂蚁雄兵演算法，一大堆演算法都如雨后春笋的这个出现当然在那个情况之下他们这两位学者就提了这个在Long Short-Term Memory 在1997年 to enhance 的什么的 traditional perceptual neural with an actual cell state。 他提了一个额外的一个 cell state， 就是前面看到那个状况，有没有？好，那这种情况之下的话这个他们的参考文献，那我们就往下看，来看这个到底这个模式长得哇也差不多跟前面那个看的这个差不多那这里的话你可以看到它怎么样，他给了一个什么呢 ？expand 什么的 traditional neural to be 这个 LSTM block， 所以它这个就变成一个叫 LSTM 的一个框块，一个 block。那这个跟刚刚一样，我有一个 x 进去，那一个矩阵有没有？那一个 output 一个 v 出来就一个 output 一样。那这边我有一个 weight 一直不断这样去做。那可是这个情况之下，它就设计了一个这个 input gate 什么 forget gate 什么 output gate 那这个我们后面会细节再跟各位做一个说明这样所以一个LSTM 的 block 呢怎么样 contain the memory cell and 什么 3 extra gates 就有一个 memory cell 跟3个是 extra gate 它有包含这3个好，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你可以看到这个有参考文件好多因为后来就变成是如雨后春笋，都以它的模式为主好，那 detail 的这个LSTM 的 block 我们花点时间来 study 一下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所以 each LSTM block has 4个 input and 1 output， 它有4个哪4个 input？ 1个、2个、3个、4个 input， 有没有看到？那1个 output 原则上就可以大略这么看就是说它原则上它大概有4个 input 跟1个 output。 Also each 每一个 LSTM block 的话 contain a memory cell，就是这个 contain 一个 memory cell。 那 CT 减1 is the memory value of this memories 这个 cell 它现在的写法就是说，它把它，因为你现在准备要看你那个DT时的计算，所以准备做DT时的计算，当然里面的 memory 就是前一个时间的 memory 所以在他们那个设计这个的时候，他就把它写 CT 减1所以这个是合理的，非常合理的一个结构这样好，还是一样参考文献出现那往下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每一个 block， 我来看这个里面的一个 block 的一个变化。那 input gate， 我们来看这个 input gate， 先看这个 input gate 有没有？那 input gate、output gate and forget gate all use 的什么 the same activation function 或 transfer function f of x where f(x) is usually 就是用 sigma mod 的 function 那这个当然是有太多的不同的那它的一个图形长成这个样子。这个 f of x 等于 gate is open。这个意思是说等于是我们的这个
你可以看到它这个的意思是说，因为它这个设计很好玩哈，它的设计其实是如果这样写好像有点也不是非常严谨哈，就是这个是原则上是我们的 sigma mode， 但是我们的一个 f 的意思就是说，当 gate 是 open 的时候，我就让它启动，好，让它启动。那 gate 如果是 close 的话，就不让这个 sigma mode 的话，那 sigma mode 是长这个样子，好，这个长这个样子哦，所以等于是说，透过这个 f1 就让它这个 sigma mode 这个 shape 能够 work。那如果说它等于0的时候就不让它进来，所以它叫 forget gate，就是让它忘记的 gate。那当然，当初取人这样的名字一定有它的道理哈。但是在这里我并没有细推它的一个真正设计当初设计的意涵这样。嘿，好，所以这个没有问题哈，所以可以看出这个架构出来。再看另外一个，好，再看另外一个。所以 x 的话，你可以看到 x 是什么样？是我们的 is the input data to this block at the same time instant， 就是同一个时间，好，一个时間。那 gx， 好，你看这个 g 在这里有没有看到 ？g is the usually， 这个我们叫做hypotangent， 好，是 tangent h 方群这样。那这个函数你们可以自己去查一下，因为我在这边就不把那个函数弄出来哈，因为我们在上这个 Neuro 课程里面会列出大量的大量这个 activation function 的那个函数图的那个结构这样哈，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的话是我们记在这里有没有？好，那好，所以那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它用 wx 算完的，就是说既然是经过它，那再经过它的 activation 的一个结果哈。好，这都很简单的一个结构，有没有？非常简单的结构。那虽然简单，但是整个数学模式当初设计的时候，他们有花很大力量哈。那再来看 as input gate is open。就是说，当我的 input gate 是 open 哈，你可以看到 input gate 是 open， 有没有 IT？ 好，所以你看 P 在哪里？好，你看我们的 P 在这里，有没有看到？当这个 X 进来，这个 X 它也都是画这样的，都是这样的 X 进去，同时为同样的一个 X， 但是不同的一个什么？不同的一个接受，让它产生各种不同的一个 data 的一个分析。当我的 input gates 打开的时候，好，那这个是 sigma mode 就开始用 P。也就是说 P 跟它乘完以后再喂过这个 activation function。 好，那完了以后呢，它接着怎么样看的？你可以看到我的 CT 什么意思？ CT 就等于是我喂进来的 IT 有没有跟什么？跟这个 C update， 因为我刚刚进来这个 C update data 它做 multiple 就做相乘，所以得到结果成 IT 乘上 C update。 好，所以这个等于当初设计这个那两位这个 propose 出来的话，他们的一个经过他们多方的一个分析，说 IT 的话变成什么意思？就是说1的话等于 memory cell is update， 0的话的 memory cell is not update， 就是说当我的这个值是0的时候，这个值就不会被 update； 当这个值是1的时候，它就会去 update 这个值，合理哈。所以这个设计上真的是有点小复杂，好，这确实是有点小复杂这样哈。那再往下看。好，所以我们再往下看，就说 forget gate， 好，你看 forget gate 刚刚有看到没有？好，那个 decides when will forget the value of the memory cell whose ft 点这样 sigma mode， 我要 forget 它，嘿，好，那好，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我们乘出来只说 ft ct is 什么 preserve， 如果是 ft 是1的时候，它就继续什么继续 preserve， 那如果 ct is 0的话，就把它取消掉，就是整个不见了，我就 forget 它了。所以它这也有道理哈，就是说它这样设计就是说 CT is loop， 但是因为这是个乘法，当如果我喂进来是0的话，这 CT 就不见了，所以就把它清掉了哈。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就是它相乘的结果在这里有没有？它说0跟1的一个变化，啊，0跟1的变化哈，所以这个是设计的真的是太复杂了哈。那最后的话，你可以看到我们看到怎么样呢？看到这个大家头都昏了，所以 memory cell can be updated as。好，所以你可以看到最后，你可以看到它 memory 的话，因为它这个地方给的不见了，可是 totally 它是从这边来，又可以从这边来，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只是整个这样子，因为整个这样子，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我是 forget 怎么样 ，forget 前一次的 memory， 好，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我前一次 memory 不要，但是目前从这边来的呢，我要把它加进去，好，所以这个只是非常合理哈，就是说这一块是先前的，我到底要不要继续保留？是，我就用1给它，然后再加上从这边进来的 data 把它加起来。如果我不要，就把先前这个设成是0，先前就不见了，只留怎么样？留这一块，也合理的，也合理哈。所以这个确实是还是合理的哈。那接下去 hx is the usually 好，这个
hypotangent function and 什么 ht 是这样的一个结果是 ct， 所以等于说我们这里会有一个什么？我们这里会再经过就是说这个值完了以后，我们 ht 在这里有没有准备要喂出去了？喂出去就是说这个 ct 送出去，它又再经过一个 transfer function。那像我在前面讲课的时候，全部都用那个什么 identity function， 就全部让它直接过去了，不再做一个把关，做一个什么，做一个 threshold， 做一个那个逆波的一个动作这样那 depends on 你设计者的一个设计模式这样哇，好麻烦。好麻烦。那再来的话呢，最后我们要看看我们的 output。所以这个时候你看的 output gate can decide whether the value ht can be read from the 什么 output port 或者 ot 等于什么 sigma rx。所以你看我们最后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来了嘛，来的话等于是它跟它相乘，你们看这个值跟这个值会相乘，你们看到 multiple 会 multiple所以等于 ot 的话，等于 ot 就等于是 r 怎么样 rx， 所以它就跟它先相乘，对不对？那相乘的话会经过一个什么？经过一个activation function， 一个 activation function， 那个 activation function 这个地方我们是用什么？用那个 sigma mod sigma mod 好，那这样的话 OT 什么意思 ？HT is readable。当这个，因为它这个地方动不动都用相乘，当我这个值是1的时候，它这个过去的值就可以过去，可以让你读到，有没有？因为那如果说这个值是0的话，我就不准你读了。不准你读，所以它动不动你看 multiple 用相乘的 multiple 用相乘的这个计算所以非常的复杂这个long 这个LSTM long short term 的一个memory所以这个可以看出来它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模式当然这个是当初他提的这样的一个数学模式那因为一般来讲，他数学模式当初设计的时候，他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可能要看到它的原文的论文的那个细节那可是现在大家拿来用。那因为它的复杂度够，然后又相对的那个，因为这个控制起来相对比前面简单的，那个数学模式控制相对简单也没有所以就变成说比较容易被我们接受这样它容易接受，可是这里的话就有一个大问题在，我们所以我在这一份讲义我并没有把它的那个 learning algorithm 写出来，所以就是说这个地方可以被观察，那也许还是用前面的 expand， 一块一块 expand 有没有？好，就还是观察它这个 output 一样。那 output 观察完以后呢，最后你还是用那个把那个看你要观察 k cycle， 好，然后收集到它的那个什么 performance function， 就是然后针对它那个 performance function 进行这个微分。好，那微分完的值之后的话，进来怎么去改这些 weight？ 这些 weight 没有？那在我这边讲义没有再写，好，因为这个细节的话，因为理论上应该再辟一个专门的一节来讲。long short term memory 这个，但是相对的复杂所以我们就没有花太多时间去细推这一块那当然这一块未来的 implement 呢，外面这一层的那个 learning algorithm 都被那个 TensorFlow 的那一个整个模组都把它包走了，也就是说它等于是你宣告完这几块以后，再包一下它那个 learning algorithm 外面那个壳那整个一开始启动为我们的那个 training data。那它就会帮我们跑完那中间细节的那个 learning algorithm 怎么样去 update 那整个我们就看不到，那因为这个太复杂了也就是说透过这一些大厂给我们的这些 open source， 那让这整个领域里面的研究呢会变成非常的丰富，也就是说应用性的设计会变成非常的丰富，那可以开发出非常有效的这个有效的应用平台出来所以这个也是要感谢他的好，所以你可以看到我这一份讲义写起来就有点痛苦。参考好多的资料那同学有兴趣可以针对这些资料再去找回来以后呢，细推它包括里面的那个详细的数学公式的一个推演的变化都在这里面都有那当然是接下去用功的话，绝对不是我这一个短1个小时就把它讲完所以前后差不多 totally 差不多1个小时就把它讲完了那大概你要变成这边的那个 RNN 的高手的话，我认为还在增加10倍的时间，甚至再增加20倍的时间都有可能这样的所以这个就是说我就在这边先做一个领头羊带着各位呢赶快了解这整个的一个大架构的一个概念，大架构里面的那一个模块是怎么样的一个变化，那后续愿意做理论分析，愿意做细节演算法分析的同学就可以朝这个方向继续走下去。那如果没有那么大力量，我们就会来看下一节如何利用这个 TensorFlow下一章的 TensorFlow
怎么来套这些模组让我们的应用问题可以成立那可以让它跑到一个理想的状态这样所以大概我们就这一章就先到这边结束。